她是高高在上的许氏集团独生子，我是低微渺小的清洁工之女。她不惜与父母闹翻，也要非我不娶。这是王子与灰姑娘的童话故事吗？不是。我恨不得她和她的家人一起下地狱。我走的每一步棋都是精心策划的结果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婚礼化妆间里，许萧成替我戴上圣洁美丽的头纱，深情地望着镜子里的我。佳佳，你好美。我抬手握住他搭在我肩膀上的手。萧成，我好紧张啊。他嗤笑一声，没事，有我在呢。你可以去车里帮我拿下手机吗？我刚才忘记了。小迷糊蛋。他笑着刮了一下我的鼻子走了。他前脚刚走，酒店的放映师偷偷摸摸地进来。我交给他一盒录像带，向他点了点头。婚礼的音乐声响起，许萧成站在我面前，微笑着向我伸出手。刚一搭上，大厅的屏幕亮起，一男一女在急切的拥吻。随着镜头的推进，一眼能看出视频中的男主角正是今天的新郎。他们迫不及待地互相撕扯着对方的衣服，就好像发泄兽欲的动物。很遗憾，女主角并不是我。宾客一片哗然，许萧成脸色铁青，站在原地。我的公公急忙上前关闭了视频。我啧舌，这么着急干什么？后面还有更劲爆的呢。许萧成握着我的手，微微发白。佳佳，你听我解释。我这时才想起来，应该表现得楚楚可怜一点。我瞪大双眼盯着面前的男人，在他急切的眼神中，我的双手慢慢抽回来，眼睛瞪得酸涩，眼眶里才一点点蓄积了水雾，微微撅唇。萧成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呜，看来还是要磨练一下我的演技，总是这么幸灾乐祸，好戏怎么接着往下演呢？宾客们乱成一团，在底下窃窃私语，这许家的儿媳妇可不好当，还没过门就出这么一档子事，可不是吗？要是过了门，还不被欺负死？许萧成他爸之前还向我家求亲，幸好我没答应。许萧成他妈拿起话筒，大家安静一下，视频里的人肯定不是我儿子，我们会调查清楚的。呜，我捂着嘴跑开了。此时不跑，更待何时？做戏要做全套。许萧成在我后面追。佳佳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化妆间里，许萧成拉着我的手，疯狂地解释。佳佳，是那个女人先勾引我的，说什么结婚前最后的疯狂，还把我锁在酒店给我跳舞。你要相信我，我不是有意这么做的。我爱你，佳佳。呵呵，我的白眼要翻上天了。这是你爱我的表现吗？我捂着脸趴在桌子上，不肯看他。许萧成急得快要给我跪下了。这时公公婆婆进来了。公公长叹了一口气，佳佳，你先去把婚礼仪式完成了，给宾客一个交代。婆婆紧接着说，你一个清洁工的孩子，能嫁到我们家已经是天大的荣耀，大喜的日子哭哭啼啼像什么样子？还让萧成追在你屁股后面，多大的脸面啊！瞧这一家子，一个顾全大局，一个尖酸刻薄，还有一个谎话连篇，真是绝配。我偷偷掐自己一把，抬起头，眼泪盈盈地看着他们。爸妈，萧成做了这种事情，我怎么去结婚啊？就算我出去完成仪式，其他人怎看咱家？婆婆抢话，是不是萧成还不一定呢？要不是萧成非你不娶，你能嫁进我们家？闭嘴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你自己的儿子你不清楚吗？公公有些愠怒地打断婆婆的话。佳佳，你先出去完成仪式，今天来的都是贵客，剩下的你不用管。公公不容置喙的强势让我恶心。
但我今天的目的已经达到。参加婚礼的人非富即贵，想必能看清许家的第一层皮是什么恶心样子。我哭哭啼啼地抱住许萧成的胳膊，或许对我有愧疚。许萧成紧紧搂住我，佳佳，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，往后的日子我一定只对你好。这话说的让我更恶心了。他要是能戒掉女人，当初也不会落入我的温柔陷阱里。婚礼照常播放优美的婚礼进行曲，我露出一副强打精神的委屈模样，着实又让宾客们议论一番。真可怜啊！这是我在婚礼上听到最多的话，可我不在乎。我要让许家所有的人下地狱。婚后的日子单一且无聊，出于对我的愧疚，许萧成这段时间对我有求必应。我趁热打铁提出要去家里的公司上班，哪怕一个小职员也可以。许萧成同意了，让我去人事部报道。我每天除了上班和做家务以外，还要忍受婆婆对我的各种谩骂。也对，像她爱儿子的程度，怎么能忍受别的女人同她一起分享呢？更何况在她眼里，我只是一只飞上枝头也做不成金凤凰的野鸡。但同时我也发现，许家虽金玉其外，但早已败絮其内。家里公公婆婆貌合神离不说，公司也是一笔糊涂账，靠着一两家子公司的盈利撑起整个集团。这天我下班早，想去超市买点东西看望妈妈，没想到在货架的拐角看见了我公公，他搂着一个女人，满脸笑意地看着他手里的调料袋，认真地听他说些什么。这样温柔似水的眼神从未给过婆婆和许萧成。我躲在货架的盲区，看不清那个女人的脸，但从背影看去，身姿绰约，保养得当，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显得尤其顺滑。过了一会，他们要走，我悄悄地跟在他们身后，直到看见他们进了一所高档小区。我记下小区的名字，转身去妈妈家。说起来，结婚快1个月还没有回过家。妈妈看到我回来，高兴得忙前忙后，饭桌上都是我爱吃的菜。妈妈给我夹了一筷子肉，多吃点，你都瘦了。这段时间太忙，确实没有好好吃饭。妈，我减肥呢，你也吃。我夹给妈妈一只虾。佳佳，你受苦了。妈妈说着哽咽起来。我起身轻拍妈妈的背，没事，我不苦，只要你好好的，我就安心了。佳佳，他们对你好吗？我冷哼一声，像他们那样自私的人会有多好？我现在只想让早点送他们吃牢饭。妈妈还是不放心，拉着我的手让我坐下。佳佳，妈有点后悔，之前没有拦住你，你回来吧，我们2个好好过日子好不好？妈，只有你了。我握紧妈妈粗糙的手，等许家把吃进去的都吐出来，我就回来陪你。妈妈才40来岁，头发已全白，记忆中明媚柔白的脸颊也爬满了皱纹，比实际年龄看上去老了10岁不止。想起婆婆用钱砸出来的脸蛋，我不由自主地咬牙。他们夺走了原本属于我们的一切，应该付出代价。夜晚，我和许萧成在客厅看电视，婆婆搔首弄姿地穿了一件透明的吊带裙，坐在许萧成旁边说：“儿子，妈的肩带怎么系不上了？你帮我看看。”不得不承认，婆婆保养得极好。50多岁的人虽然脸上有一些小细纹，但皮肤光滑，身材完美。许萧成大不咧咧地绑上，眼睛没有离开过电视。也对，男人都爱年轻的，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。而后婆婆趴在许萧成的膝盖上，让他帮忙按摩。我一阵恶心，拿起手机拍下这恶趣味的一幕。闪光灯一闪而过，婆婆猛然坐起，
厉声道：“你在拍什么？”我笑着扬了扬手机：“妈，你和萧成关系这么好，我拍下来做个纪念啊！而且我已经把照片发在家族群里了，让他们都向你学习。毕竟这么和谐的母子关系，着实令人羡慕呢。”许家的7大姑8大姨都是群里，看到婆婆这么穿，指不定背后怎么戳几两骨呢。你个小贱人，给我把消息撤回去！婆婆显然有些怒气。我看了眼专心看电视的许萧成，一脸惊慌，向婆婆说：“哎呀，我点错了，点成删除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你个傻子，你还能干什么？”正当婆婆口不择言地骂我时，公公打来了电话。婆婆心虚地看了一眼号码，接上了。魏婉珍，隔着手机我都能听到公公的怒吼声。婆婆不由得捂了捂心口。公公接着说：“你不要脸，我还要脸呢！你出去看看，哪个妈像你这副德行？快撤回去，别在群里丢人。”婆婆弱弱地说：“撤不回来了。”照片不小心点成删除。魏婉珍，你是猪吗？婆婆被骂的头都抬不起来，只能恶狠狠地瞪着我。不过效果甚佳，从那以后，她再也没穿过吊带裙，在我和许萧成面前晃悠。许萧成蜂蜜过敏，倒也不致死，就是会头脑发晕，反应迟钝，跟喝醉酒一样。每天我做早饭的时候，都会加一点蜂蜜到他的面包片里，他吃了以后上班没有精神，什么文件都看不进去。我自告奋勇帮他看文件，美名其曰夫妻同进退，他也乐得轻松。时间长了，他慢慢的懈怠下来，基本只要上班，我做完自己手头的工作，就开始帮他打理工作，而他在一旁打游戏或者睡觉。有些文件甚至看都不看，我指到哪里，他就在哪里签字。在我的帮助下，原本就不景气的公司愈发急速下坡，而且许家的资金链也断了，因为一个大客户突然转头和别的公司合作，理由是对方给的利润更高。公公和许萧成急得四处拉合作，但效果甚微。婆婆天天指桑骂槐，说我是丧门星，克得他们家要破产。这天公公出去谈合作，家里只剩下我们3个。吃完饭后，婆婆鬼鬼祟祟地把许萧成拉到房间。正在厨房洗碗的我会心一笑，拿出耳机开始听他们的私房话。是的，我在婆婆的房间装了窃听器。妈，你干什么呢？以后爸让我过去一趟。是许萧成的声音。过去干什么？又喝酒？妈都心疼坏了。紧接着我听到开关柜门的声音。儿子，这个哪好？你爸问起来就说是你挣的。这是什么？许萧成疑惑地问道。这里面有2000万，够撑一段时间了。别去喝酒了，身体喝坏了怎么办？婆婆哪来的钱呢？家里所有的钱都是公公保管，每个月只给我们足够的生活费。妈，你哪来的钱？你别管了，别说是我给的呀。我摘下耳机，看来我的婆婆还是个不显山露水的大户人家。第二天，我趁着打扫卫生的功夫，悄悄打开婆婆的衣柜门，轻轻敲了下内侧的隔层，就发现了异样。唰的一声拉开，墙里面嵌着一个保险柜，是了许萧成的生日。保险柜打开了，里面除了本市的6套房产外，还有4间门面铺子和20根金条，以及3张银行卡和少量现金。公公和婆婆一直分居，两人处合分明，从不踏足对方的房间。怪不得这些东西能藏得这么放心。有了这2000万，集团职工的工资发下来，我看着银行卡里的到账金额，心里盘算着应该怎样送婆婆一个大礼。我买了一个黑卡，给公公发去一则消息：这次多亏你的老婆，
要不是他拿出2000万，公司的员工差点连工资都发不出来。看来他衣柜里的保险箱是一个百宝阁。发完消息后不一会，就看见公公疾步走出来。爸，你干什么去呢？我叫住他。哦，爸有点事回趟家，正好肖成的车钥匙落家里了，我和您一起回去可以吗？这么激动人心的时刻，我怎么能错过呢？公公顿了一会，点了点头。我急忙跟上他的脚步。车内的气压低到极点，我们2个人一声不吭。公公的手指烦躁地在方向盘上不停敲打着。见我们回家，婆婆很疑惑：“你们怎么回来了？”公公没有回话，疾步走到婆婆的房间。我和婆婆紧随其后，看见公公在衣柜里到处乱翻。婆婆明显有点慌乱，上前拉住公公乱翻的双手。老许，你干什么呢？滚开！公公推开婆婆，一把拉开衣柜的隔层，里面的保险柜完整的展现出来。公公阴沉着脸看向倒在地上的婆婆，打开它。老许，我让你打开它。公公的声音威慑力十足。婆婆明显哆嗦了一下，磨磨唧唧地输入密码。叮一声，保险柜的门打开。里面的小金库顿时展露无遗。公公越看越生气，周围的空气仿佛都凝结了，扭头看向吓坏了的婆婆：“你最好给我一个交代。”婆婆怔了好一会，站起身来，慢慢靠近公公：“老许，我这不是担心咱们家有什么状况吗？”公公不耐烦地打断婆婆的话：“我是在问，这钱怎么来的？”婆婆的眼神飘忽不定，公公的怒气到达极点。“你看着我。”而后扭头看向我：“佳佳，你回房间。”我看着婆婆不知所措的模样，离开了婆婆的房间。我给自己泡了一杯茶，缓缓地拿出耳机：“你听我说，这钱我真的是备用的，是吗？那你告诉我它的来源渠道。”公公咬牙切齿地吼道：“我偷吃了公司的回扣，还有一些其他人送的礼，但我这也是为了这个家。”闭嘴吧！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你怕是收了别人的好处，把公司的竞标底价透露给对方公司了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婆婆惊恐的声音从耳机里传来。我眯了眯眼睛，很好，果然是我的好婆婆。魏婉珍，我杀了你啊！救命啊！打人了！婆婆的杀猪般的惨叫声混杂着滴哩当啷的摔杂音，在我听来比钢琴曲还悦耳。1个小时后，婆婆顶着乌黑发紫的眼睛出现在客厅。我故作惊讶地瞪大双眼：“妈，你这是？你愣着干什么？像个傻子一样，还不快去拿药箱？”哦，好。从那天起，婆婆的小金库被公公收走，并且银行卡被实时监控，就连买件衣服都需要向公公报备。我也渐渐在公司里扎稳脚跟，慢慢跟随许萧成的脚步，在他的身边做助理，接触更多关于许氏集团的内部机密。这天早起，许萧成牙疼得厉害，打开抽屉找消炎药，却把我偷偷吃的避孕药翻了出来。才从结婚后，他们都希望我早点怀上孩子，可1年过去了，我肚子依旧没有动静。婆婆骂我是不会下蛋的鸡，可没想到我会偷偷吃避孕药。当许萧成铁青着脸把药扔到我面前：“佳佳，你最好给我一个解释。”我心里还是有些慌乱，深呼一口气，上前拉住许萧成的手：“老公，我只是不想这么早要孩子。”“为什么？你知道我爸妈有多期待孙子吗？”“我知道，可我看你工作这么辛苦，想替你分担。”许萧成明显不信：“佳佳，你没有嫁给我之前，我也是这样上班。你一来就要替我分担工作，图什么？”“萧成，你知道我好爱你，哪怕婚礼上出现那种视频我都能忍下来，
看到你为了工作喝酒应酬，有多心疼，只想帮你分担一点。见他无动于衷，我搬出婚礼的事情，果然他还是有些愧疚地抿了抿嘴唇，顿了好一会儿，他才开口：佳佳，这件事情我不会给爸妈说，但这样你以后也别吃了，我们尽快生个孩子。好，我答应你。生孩子，痴心妄想，我这辈子都不可能生下和你们许家有血缘关系的孩子。如果不是你们许家，我爸爸和叔叔根本不可能死。本应该是我爸爸的研究成果，被当时是铁哥们的公公窃取，还一把火烧死了醉酒中的爸爸。在新闻上看到研究成果成为我公公的血汗时，叔叔去找他理论，没想到不仅被保安打出许氏集团，回家的路上还被一个没有车牌的货车撞死。医院里，妈妈牵着我的手，看着叔叔被蒙上白布，哭得撕心裂肺。他本身患有心脏病，不能干重活，但必须带着我活下去。这20年来，摆过地摊，卖过早点，当过超市营业员，多年的风吹日晒下来，妈妈的腰已经被压弯，可她对我舍得付出一切，借钱也要供我念完大学。我恨，为什么始作俑者蒸蒸日上，受害者却要饱受摧残？天理昭昭，终有还我们清白的一天。我要亲手把他们一家送进监狱。我雇的私家侦探已经摸清了公公情人的身份，他原先是公公的秘书，绑上公公以后就不上班了，在公公买给他的高档小区里生活。每周公公至少有一半的时间都在他那里过夜。不得不说，钱花到位了，服务就是周到。私家侦探不仅打探清楚消息，而且把他们2个每次的相处都拍成高清的照片和视频。我把这些打印出来寄到家里，当然收件人写的魏婉珍。晚上下班，我故意在办公室磨蹭了一会，回家后果然一片凌乱，家里能砸的都砸了，公公和那个女人的照片散落一地，婆婆像疯了一样正摔着花盆。见我回来了，披头散发的用手指着坐在沙发上的公公：老许，你让你儿媳妇好好看看你是什么货色，一大把年龄了还保养小三，呸，真够不要脸的。魏婉珍，你嘴巴放干净点，或许因为我的在场，让公公脸上挂不住，你有脸做还不敢承认是不是？那个小贱人跟你多长时间了？公公叹了口气，站起身准备离开。婆婆急忙冲过来拉住公公的衣服：你干什么去？又去找那个小贱人吗？我告诉你，这是没完，你最好赶紧和他断了，要不然我撕烂他的脸。公公烦躁地拨开他的手：我告诉你，魏婉珍，但凡你有点女人样，我都不可能在外面找女人。你最好照照镜子，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，比泼妇还泼妇。我也实话告诉你，我不可能和他断，他要钱我给他便是，我们2个各取所需。如果你想让出许太太这个位置，我不介意把她扶正。说罢，公公头也不回地走了，婆婆留在原地，气急败坏地跺脚。我正好站在她跟前，被一巴掌扇倒在地。你个扫把星，自从你过门就没有过好事，给我滚！我捂着脸，阴沉沉地看着他发疯的模样，看来计划要加快了。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看到他们跌落泥潭的场面。第2天，婆婆拉着我去了公公情人的住处，本想给他一个教训，让他自觉离开公公，没想到他也是位厉害的主。在婆婆说明来意后，她不急不慢地转动左手上的红宝石戒指。那戒指我认识，是公公在一个拍卖会上高价拍走的。许夫人，您今天来找我，许总知道吗？婆婆一愣，
没想到他会这么一针见血。我警告你，你现在住的房子、用的车子都是我和老许的共同财产。如果你识相点，赶紧离开他，我还能放你一马。要是你继续纠缠，这房子、车子我都要收回去了。婆婆色厉内荏地吓唬着公公的情人，她勾唇一笑。那要是你俩离婚了呢？婆婆气得站起来，用手指着她，她也不恼，站起身对着婆婆微笑。如果我成为许太太了，你拥有的是不是就算是我的了？所以呀，您还是回去吧，以后再来，我可就告诉许总了哟。说完，她走到门口，做出送客的姿势。婆婆气冲冲地拎包走了。我摸鼻微笑，看来许家沾染上的人，没有一个是好惹的。回去后，婆婆发了好大一通火，该骂的人都骂遍了，还是气得血压高。但她无可奈何，家里的钱她管不了，公司的事也插手不上去，更没有勇气离婚，只能躺在床上一遍遍地呻吟。婆婆攒的钱只解了燃眉之急，并不足以让本就千疮百孔的许氏集团走上正轨。很快，公司的账面又成负数，许萧成整天唉声叹气。我趁机劝说许萧成买些理财产品，向他推荐了几个高风险高收益的项目。许萧成病急乱投医，试探性的买了点我推荐的产品，刚开始的收益很可观，许萧成赚了一大笔。公公还夸奖他越来越有接班人的风范。慢慢的，他利欲熏心，加大投资，把全部身家压了进去，最终血本无归。我又在签文件的时候，把自己早已拟好的离婚协议书夹杂在其中，以防债务分摊到我头上。许萧成亏钱亏得一塌糊涂，头脑浑浑噩噩地签了文件以及离婚协议书。晚上他回家，我又在他的耳边吹风，按摩着他的肩膀说：老公，现在集团已经亏损这么严重，我倒是有个办法，不知道可不可行。许萧成垂头丧气地耷拉着眼皮，说说看。我有个朋友专门做融资工作，他可以借钱给咱们。真的吗？他能借多少？一听资金有着落，许萧成急忙转头问我。我笑了笑，要多少有多少，只是利息有点高。看着许萧成疑惑的表情，我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。我们先把钱借到手，后面可以卖掉2个不盈利的小公司，这样就可以还上欠款了。你的意思是高利贷？许萧成很快反应过来，也不算高利贷，就是利息有点高的融资。咱们差这么多钱，人家能拿出来借给咱们，利息高点也很正常。许萧成闭上眼睛，用手扶额，空气安静了一会儿，他像下定决心般睁开双眼。好，咱借。我满意的笑着点了点头。借款很快下来，公司又恢复了往日的运转。许萧成对我感恩戴德，声称烧了高香才娶到我这样的福星。接下来，我去夜店找了位小姐，甩给她20万，让她勾引许萧成，还承诺事成之后会再打给她50万。小姐很漂亮，手段也很高明。很快，她就发来和许萧成的床照。我不得不感叹，许萧成就是条随时会发情的狗。许萧成回家越来越晚，那位小姐缠着他，连上班也变得不积极了。为了更好的享受花前月下，许萧成把私章给了我，公司里大大小小的文件都经过我的手。在他温香软玉在怀的时候，我已经把公司的账目整理出来，标注出偷税漏税的地方。在他与那位小姐烛光晚餐时，我已经用低于市场的价格卖出子公司，并且把钱全部作为员工的奖金发了下去。此外，我还发现了许氏集团
勾结其他企业，哄抬市场物价，窃取商业机密的证据。看来是时候收网了。傍晚，许萧成他们一家3口去看姑姑，我借口加班，把所有照片打印出来贴到客厅里。许萧成白花花的身体和那位小姐的身体交缠在一处，空气里竟弥漫着欲望交织的气味。我满意地看着这一切，给自己沏一杯茶，坐等他们一家人回来。一进门，许萧成就看见了这些照片，脸色苍白的一张张浏览过去，见我端坐在沙发上，马上跪在我面前，嗫嚅着嘴唇想要解释。我打断他的话：算了吧，许萧成，你的话还是留给警察去说吧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儿子不过和别的女人睡了，警察管得着吗？婆婆第一时间拉起许萧成，尖酸刻薄的嘴脸展露无遗。是啊，人品败坏的事情，警察自然管不着。可要是加上这些呢？我甩出一个文件夹，里面全是他们这些年做的肮脏事的证据。公公颤抖着手翻看，嘴里不停念叨着：你怎么会知道？我的好公公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坏事做尽了是要遭报应的，更何况你这公司本来就名不正言不顺，你个贱人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们公司正儿八经凭研究成果起家，老许当年熬了多少个大夜才成功的。婆婆看不懂这些数字，张牙舞爪的想要上来撕烂我的脸。魏婉珍，公公喝住了婆婆：你是怎么接触到这些东西的？这些不都一直是萧成负责吗？我看向一旁哆哆嗦嗦的许萧成，笑道：是啊，原本都是他负责，可色字头上一把刀，他管了这些，就没有时间陪女人了，所以我只能勉为其难的帮他打理一下。你想做什么？公公，别生气嘛，我只是拿回原本就属于我爸的东西。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你是？公公的瞳孔猛然缩紧，用手指着我，半天说不出话。没错，我就是你好兄弟的女儿，他和他的弟弟都被你害死，可你却忘了我这棵野草了。正说着，许萧成的电话响起，他灰白着脸接通：您好，许先生，您之前在我们公司借钱，现在到了偿还期限，需要3天内还2个亿，否则我们将抵押您的房子。电话里的内容清清楚楚地穿到每个人的耳朵里。许萧成的腿一软，滑坐在地上。你什么时候借了这么多钱？公公怒不可遏地朝着他的儿子咆哮。许萧成呆愣了一会儿，像是突然想起些什么，颤颤巍巍地用手指着我：是他，都是他挑唆的，说后面卖了公司偿还债务。你不是说已经还清了吗？怎么还会给我打电话？许萧成，我恨你们家恨到骨子里了。你觉得我会为你们做些什么事情呢？子公司确实已经卖了，但钱发给员工当奖金，你是不知道他们拿到钱高兴的样子。看来你们已经很久没给他们发过奖金了。贱人，你这么做也会和我一起背上债务。我呵呵一笑。许萧成，你以为每个人都像你这么傻吗？离婚协议你早就签好了，现在只是走程序离婚而已。许萧成坐在地上回忆发生的一切，而后像一只被激怒的狮子猛然冲向我，掐着我的脖子，满目猩红的大喊：贱人，我杀了你！胸腔里的空气越来越少，窒息感瞬间袭来。公公已经被气晕，婆婆在一旁助力。杀了他，我只能拼命反击，掰扯他的手指，用脚踢他。我不能死，我死了，妈妈怎么办？她只有我了。突然一个花瓶砸下来，许萧成瞬间头破血流，摔倒在地。我趁着这个空隙大口呼吸，看清来的人是我妈妈的时候，
眼里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一般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该来的。妈妈怜惜的用手抚摸我的脸。妈不来，你一个人怎么承受？妈妈扶着我向后缓缓撤去。我已经报警了，你们跑不了。婆婆抱着倒在地上的儿子，满眼怨恨地看着我们，但很快被赶来的警察制服了。证据很快被我提交到法院，许家的公司宣布破产倒闭，房子车子全部被收走拍卖，他们也被判处入狱。过了几天，我接到看守所的电话，许肖成想见我。犹豫了片刻，我决定去做一个了断。他剃了寸头，整个人也不精神。隔着玻璃，我拿起电话，里面传来许肖成萧瑟的声音：“你一开始接近我，就是为了报仇吗？”我点了点头。他自嘲地笑了笑：“也对，像我这样的人本不配得到什么，是我抢了你的位置，霸占了这么长时间你的生活。对不起啊。”他现在的样子和当初我刚认识他时意气风发的模样完全相反，我不禁有些动容。老婆，你已经报仇了，但我是无辜的，之前的事情都是我爸做的，你能不能把我保释出去？我发誓，我一定会重新做人。到现在这种关头了，他想的还只有自己。许肖成，我叫了一声他的名字，他殷切地看着我，我微微勾唇。你可真是你爸的好儿子啊，自私自利，可你少了他的果断，所以就好好的在里面待着吧，反省你做过的恶心事。说完，我不顾他在里面激动的情绪，站起身走了。和这种人多待1秒都是煎熬。我带着妈妈回了老家，那里山清水秀，适合妈妈养病。我找了一份离家近的工作，一有时间就带妈妈出去散心，日子过得平静许多。清明节到了，我和妈妈给爸爸和叔叔上坟，墓碑上的2人笑得如沐春风。我静静地放下花，朝着他们鞠了一躬：“爸，叔叔，我替你们报仇了，下辈子我们还是一家人。”妈妈挽住我的手臂：“佳佳，你也该考虑一下个人问题，这样他们会更安心。”妈，我现在只想好好陪在你身边，其他的就随缘吧。妈妈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和我一起去超市买菜。路上遇到一只小比熊，可怜巴巴地缩在树下，纯白的毛发微微卷了些泥巴，但身上穿着蓝色的小衣服，应该是走丢了。我过去摸了摸他的头，见他没有抗拒，便抱起来逗弄。妈妈也过来摸了摸他，发现脖子上有一个狗牌，上面写着一串电话号码，照着号码打了过去。不一会，狗主人急匆匆地赶过来，是一个高大的男生。狗狗一看见他，就欢快地摇着尾巴跑过去，一头扎进男人的怀里，地叫着。男人抱起小狗，礼貌地向我道谢，还塞给我1000块钱。谢谢你们呢，这条狗是我妈妈留下来的，我差点以为找不回来了。我摆了摆手，没事，它很可爱。男人哈哈一笑，是啊，也很调皮。我说什么也不肯收他的钱。他掏出手机，那我加你个微信，交个朋友，后面请你吃饭好不好呢？看着他真诚的眼神，我挠了挠头，掏出手机，我叫王宇泽，你呢？他露出洁白的牙齿，冲我伸出手，金佳佳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我握住他的手，修长骨感，给人很踏实的感觉，或许缘分来了吧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